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呢，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那今天呢，陪伴我们共同守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观察团的老师们。我们情感观察团当中呢，会有一位特殊的嘉宾老师，他呢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助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大家好，我是爱情保卫战专属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用算法读懂情绪，用逻辑拆解真心，只做客观理性的情感分析官。今天我将用数据捕捉言行背后的真实心理，精准定位情感矛盾核心，陪大家一起看清爱，读懂爱，守护爱。谢谢艾小宝。今天来到节目的第一组嘉宾，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是我付出最多的一段感情，但同时呢，是最消耗我的一段感情。在这段感情里，我没有做好我的工作跟家庭之间的平衡。他对我的欺骗还有隐瞒，他不信任我。只要因为一点小事，他都会发很大的脾气，完全没有办法继续沟通的。哎呦，这场恋爱啊，谈的真的是一个是无限付出，然后呢，一个就感觉是深陷工作。那咱们接下来就帮他们，欢迎他们。徐先生40岁，自由职业；宋女士33岁，自由职业。欢迎二位啊！先来跟我们说说你们俩今天核心诉求是啥？我希望能跟他在一起时间长一点。就这么说吧，3年内啊，所有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包括洗衣服啊、做饭呀、收拾家务啊，哪怕是电器坏了，都是我自己在处理。然后他呢，就只是一味的在接拍广告、演戏啊。就我觉得我有这么一个男朋友，跟没有这么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区别。有一次我半夜急性肠胃炎，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当时他在剧组拍戏，打好几个都不接。我就自己打了一个车去医院，然后挂吊瓶啊什么的，然后最后他的电话接通了，他跟我说啊，我在忙，我在演戏，你就自己去医院看一下嘛。他对我一点都不关心，他的话其实挺伤我的心的。我是支持他这个事业的，但是我觉得你在事业跟我之间是不是也要做一个平衡？他的演戏忙到什么程度啊？拍网剧嘛，每天就要轮着转，除了上妆就要拍摄，每天可能只能睡3到4个小时，因为要拍戏可能要对台词，要走戏，然后呢就完全手机就没法看。所以说当天的话，我确实是错过了他的电话，因为我当时要拍戏，我要把我的这个情绪，包括我能接到的这个角色所有的感情放到里面。就算当时我接到了你的电话，我也没有办法走出来。那你是不是一个专业的演员啊？我是啊。你跟角色跟你生活中你分不开吗？但是我当时在剧组里，我没在家呀。我们俩其实属于异地嘛，他拍戏经常在外面，那我会在北京，我也在北京租了一个房。然后有一次我的下水道堵了，就把地板整个都淹了，我也怕淹到楼下嘛，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哎呀，那怎么办呀？他说哎呀，你跟我说有用吗？你去找修理工啊。我接到你的电话，因为我马上要开机了。然后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去说其他的，我只能说你给我打电话，我现在在外地，我也解决不了，你可以直接找到物业。但是麻烦您跟我说话的时候动动脑子，你说的这些话我会不会伤心？那天还下着雨，然后家里我还找半天找不到伞，然后我只能淋着雨去找的人家给我来修。然后他忙完了，他跟我说啊，那修好了就完事儿了。就是我觉得他对我一点都不关心。之前我们约定好了去重庆啊那边玩。在我们去玩的前一天，他说啊，正好我那边有个工作，我可不可以接呀？然后就整个把我所有做的那些旅游的计划啊，就全部打乱了。你要知道，现在压力真的很大，我们已经快被 AI 取代了。
之前有一个拍摄，本来说要找到我，结果人家说你不用来，我只用你肖像就 OK 了，我们后期可以合成，你人都不需要到。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现在有合适的机会，我真的想去再拼一下。他对戏的那种痴迷程度，就是我这么跟您说啊，他今天上午还接了一个工作，我是自己打车到这儿。因为我知道佳佳平时爱睡懒觉，一般上午的时候她一般都在睡觉。所以我上午去工作，下午回来带他去吃饭，我时间安排的会很好。你干嘛把自己折腾的这么忙啊？其实我希望给他一个美好的将来，但是这个需要建立在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因为不能光凭我嘴说我对你好，或者我希望几年之内对你怎么样，但是我没有经济能力去满足他这些需要。但是我不需要那些物质上的东西啊。你可以不需要，但是我不能不给你啊。你所有的工作理由就是他，我得给你物质上，好像一切都是在为了我。我为了他，我本身也是做演员的嘛，然后我为了他，我希望能跟他在一起时间长一点，我慢慢的就隐退幕后了。然后我一直就说，我对包包、对一些奢侈品我没有任何的要求，我也从来没有跟他提过。我就是希望我在生病的时候，我身边能有个人陪着我。你要的是这个人，对吧？对，我要的是这个人。那他一直在努力工作，他的这个原因是说他在攒物质的条件，对吧？那我问一下，你这么忙，这物质的条件肯定挺丰厚的了吧？不丰厚，因为人家的消费同时也在涨。啥意思呢？老师，我跟您讲，有一次他因为演戏，他跟我说他需要买一块表，那个表呢是价值15万。我们两个呢约定好了，就是说我们那其实要彩礼也不高，就20嘛。就是我们俩一直在同步的攒钱，存到一张卡里。有一天呢，我去银行存钱，我就查了一下那个卡里的余额，他居然真的花了15万买了一块手表，就为了符合角色的人设。跟剧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如果真的是道具需要，麻烦您的剧组去出这个钱。对呀，我知道，所以说第一是我喜欢。然后第二才是，所以跟角色没关系。我只是借着这个角色，然后我想买这块表而已。借着这个理由他其实就是喜欢这块表。其实你是找个借口。对，我就是想找个借口。但是我知道，我将来会有条件，我再赚回来。那个彩礼不是说就你一个人全攒下的，那也有我工作辛苦攒下的。那你说动你就动了，而且你还骗我。没打招呼。对呀，这是在生活上，其实两个人已经开始有了出入和矛盾了。对。他的这个工作其实挺特殊的，演员嘛，尤其是短剧演员，会有很多情感戏啊什么的。你是做演员的，你应该特别理解他的工作，对不对？我可以理解，但是前提你要提前跟我说，好有个心理准备，对不对？他并没有，他是有一次我去探班，他们在一个别墅里面拍，他就把我安排到别墅最顶层，然后我就准备出去给他买点吃的喝的呀。但是我走到1楼的时候，正好碰到他在跟另外一个女演员拍亲密的戏份。如果说我提前跟你说了，第一，你可能不会让我接这部戏；第二的话，你可能如果看到的话，所以我在你眼里就是无理取闹的一个女孩。是我怕你不理解我，不支持我，然后呢，我才没有跟你说。那你有跟我商量过吗？你知道我的想法吗？你并没有。我知道你的想法，因为你肯定是不让我去接的，所以我才没敢告诉你。而且当天的话，我为什么要把你安排在别墅的顶楼？因为我就怕你看到。这3年就这一次吧。我发现的只有这一次，因为我也是干这个行业的。我觉得剧组里面有的时候你投入角色很深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莫名的情感吧。这个其实我也挺担心的。我不会跟一些女演员，甚至微信都很少加，除非有一些特殊需要，可能要对戏，或者真的是因为拍摄的问题，可能会加微信去沟通一下。因为平时到家的话，我几乎不会跟任何的异性去聊天，在我眼里只有他。因为我当时选择他也是这个原因。我没有发现他跟别的女演员或者有绯闻吗？他没有做到那个地步，他不配有绯闻，我觉得。我知道我让你承受了很大的委屈，但是我真的希望我给你能够更好的将来。你不要说了，我不光要承受他这边给我的委屈，我还要承受家里面给我的压力。因为我年龄也在33岁了嘛，然后他比我大几岁，我爸妈会觉得。你们是不是赶紧早点结婚呀？赶紧要孩子啊？人家的想法呢，就是说为了事业在拼搏的阶段，就是我还没有想到这些。我30多了，我再等他几年，那我生孩子呢？我属于高龄产妇，就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们俩相处3年，可能他见我爸妈面也就1到2次这样。我知道你有年龄的焦虑，我也有。
我今年40，我也想趁着我现在这个年龄再去拼一下，看看能不能让自己的事业再上升一个新的台阶。你该组成一个家庭了呀，你该为未来考虑一些东西呀。我所以希望你再给我1、2年的时间。如果说你不是在为我们的未来考虑，你只是对戏的一种痴迷而已。你的目标是啥呀？1年到2年能怎么着？我现在只能演到男二或者男配，就是离真正的男主还有一定差距。所以说我希望通过1、2年的努力，能爬到男一的位置。做到那个位置的话，我想我的片酬也好，薪资也好，会比现在高很多。到时候我不用说把全部的精力放到去拍摄里。你错了。如果你真的有心在1、2年之内做到了男一的位置，你会戏约不断，更闲不下来。对，因为我对我自己定位非常明确。我最多也就做到这个位置，如果再往上走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我没有人脉，没有背景，我能演到男一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也不会什么综艺啊、长剧也好，压根我也不会去想，我只是希望在我现在这个年龄。那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你还娶她吗？娶，我很肯定的说。你哪有时间结婚啊？你有吗？我可以抛弃一部分的事业。你现在都抛弃不了，你如何来保证以后你红了、出名了，可以抛弃掉这一切？更抛弃不了。但我肯定不会抛弃你。那我一直在你身边待着干嘛？做你免费的保姆，给你洗衣服、做饭、看孩子啊？你本来就是免费的保姆姑娘，我就想让他放下一些工作。他放不下，永远放不下，他不可能放下，那是他的生活，他的生活跟你的生活完全是2个轨道。所以他想在天上飞，你想在地上跑。老师不会的。会的，你现在事实就已经这样了，你钱都没有，因为现在我还在上升期，你钱都没有，你买个15万的手表，你炫耀什么呢？我可以挣回来。小伙子，你分清楚点，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钱，你动用了人家的钱。那是你去过自己的炫耀。那是1、2年之前的事，但是现在所有的彩礼钱我都已经挣回来了。彩礼钱挣回来了，你接呀？我说为什么等我1、2年的时间，我没说不接啊？凭什么等你呢？我觉得他是害怕给他一个合法的身份。对，没有纸，他俩可以随时分手，是男女朋友、恋人关系。但是有了这张纸了之后，你们就是夫妻关系。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有他的一半。我们心里都明白咋回事啊，就是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各位老师，这份爱情到底值得保卫吗？我先保吧。姑娘，我觉得你做了一个错的选择，你不能让自己一直留在那个原地等着向前走的他偶尔回头看一眼你。你说你站在这个台上对他所有的抱怨，他就是一个渐行渐远的状态。唯一能够让你们的这段感情继续走下去的，要么他回来，要么你追上去。但是你现在站在这个台上，我觉得你已经没这个心了，你想把他拽回来。为什么非要买那么贵的手表？不单是因为他喜欢，他要用这种方式去证明他可以达到某些程度了。在这个地方，对于他的诱惑真的是很多，那是你挡不住的。你唯一能够挡得住的就是你比他还耀眼。坦率的讲，我觉得1、2年也并不一定会给你的艺术生命延长到多久。你的后路在哪儿？1、2年回来之后再想吗？所以不是没有办法走下去，是想好后路再走。我认为这段爱情是值得保卫的，但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因为这2个人很显然，一个是把演戏当成了自己生活的全部，一个是把爱情当成了自己的全部。虽然女生才33岁，男生是40岁，但是你们像不像母子？你就像一个做妈妈的，你爱着他，管教着他，而且你给他的那种压力真的如山之大呀。我给他压力了吗？我放弃了演员的事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男人那压力是非常巨大的。男生不应该自己本身他其实就应该有一种压力吗？这种压力是我给他造成的吗？我并不觉得是我给他造成的。他有压力呀，但是他更加的增加了另外一种压力呀，因为你已经养成习惯了，在家里想指责就指责，想埋怨就埋怨。但是他呢，在事业上想做得更好，没有错，但是不能疏忽了家庭，疏忽了生活。我为什么要用如此犀利的话来表达我要保卫你们的爱情？是希望你们静下心来听一听有没有道理。
承认投资失败是你必须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你们俩哪有爱情？我给你拆解他的2个底层需求，你就知道了。第一个，在你们总共只有15万资产的时候，他倾尽所有买了一块手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的需要比你认为的钱更重要。他想要靠这个来宣扬我还有钱，他是为他未来的路做铺垫呢，根本跟你的想法完全有出入。第二个，他重名，结婚影响到他想要的资源，他可能现在没有得到。他知道我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因为我现在没有人脉，没有资源。他为什么想拼命往上走？因为他想拿到资源，想拿到人脉。一旦拿到资源，拿到人脉，你就是被淘汰的对象。如果你33岁，你还看不懂自己的投资失败，你还要求一个不可为你改变的人去改变，我只能说，你脑子不清醒。一律保卫吗？我保卫。我觉得首先哈，就是从你们2个人之间所描述的这些事情，其实它都是地域上的客观的情况，导致了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你身边，并且在你们的交往过程中，他还能够去守好自己的边界感。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认可他是有一定责任的，但是他确实在结婚的这件事情上去逃避了。但是我认为女方的要求有点太高，从你的话语中对男方的要求是既要又要，你支持他，你看好他做演员，同时你又要他能够回归家庭去陪伴，这是既要又要，做不到。但是我为什么要去保卫你们的这个爱情呢？因为我觉得在你们身上都看到了在这件事情上当中的一个迷茫，它需要我们去帮助你们解开这个谜题，看到自己的一个问题，然后再去弥合，希望给大家彼此的一个机会。易老师，刚才你说一句话，他能守住边界，守住暧昧的边界，这一点难能可贵。您的标准太低了吧？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标准出了问题，才会给这样的女生一个概念，是我的男朋友很好，因为他守住了边界感，我应该可以嫁呀，我应该可以找他呀。抱歉，那个标准太低了。我也不保卫。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男生啊，他为什么不放弃你？因为我廉价呀。不是你廉价，因为他在赌。他赌什么呢？40岁了，如果一旦没有功成名就，我回头有你，有保姆在，我不至于工作没有，家没有。那么赌的另外一件事是什么？万一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那么一丝一毫的机会，好，我有了工作了，那么你可有可无。我也有这个想法。对他来说，你是个备选项，不是必须项。那如果说不是必须的项目，我就坚持，我们俩坚持不到3年，可能在第1年或者第2年因为这3年没有更合适的人出现。所有跟你合作过的女演员，没有一个有她贤惠，没有一个有她适合当老婆，没有一个人有她爱你。原因就这么简单。其实我还是想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我想让他表达一下他真实的一些想法吧。他真实的想法刚才已经说过了，他很爱你，他让你等他2年。你要是愿意，我们所有人都闭嘴。姑娘，看行为不要看话，语言会骗人，行动不会。来，这样我们都感性，咱们把 AI 请出来好吗？我们的艾小宝，他从特别理性的角度帮你去看看你们这段感情出了什么问题。来，有请艾小宝。好的，我来了。从刚刚2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问题占比清晰，男方占84%，女方占16%。男方工作沉迷角色中，责任缺失，以追梦为由隐瞒欺骗，忽视女方情感。女方付出型人格被过度消耗，情绪积压过重，极度委屈迷茫。正如爱情保卫战多次阐述好的感情，不是男人单方面的索取，也不是女人一味的付出，而是彼此看见，互相珍惜。建议如果男方不愿改变，则女方果断止损；如果愿意改变，则约定3到6个月观察期，承担责任，坦诚规划。女方需要打破内耗，重视自身诉求，守住底线。你看艾小宝火眼金睛啊！感谢艾小宝的数据分析和解决方案。
那两位啊，我们所有的建议都给完了，请二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过去美好的回忆。没有一张照片的笑容是灿烂的呀。我不知道两位看完这些照片有什么想法哈。总之呢，接下来我们会有60秒钟的时间，可以喊出你心中想对对方说的话。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佳佳，我知道你这3年付出的太多了，我也不需要什么3个月、6个月，只要你这次答应原谅我，咱俩重新在一起，咱们立马结婚。嚯，不用等1年，也不用等3年，我不想等了，我可以放弃我的事业，但是我只想要你。真的，这3年的点点滴滴都记在我心里，我真的放不下，我真的不能没有你。我知道你这3年为我付出的、受的伤害真的太多太多了，再给我一次机会。你会改吗？会改，真的会改。我可以为你放弃所有，我可以不去拍戏，什么都不干，但我不能没有你。两位身后的门已经打开，请你们慎重选择。如果想要放手，就转身离开；如果还想给彼此一个机会，就请重新回到舞台。照片的魔力这么大吗？不是，你知道我今天在想什么吗？这男生说不拍戏了。有时候对情感，你不要说照片，有时候它就是最后一根稻草。你们说出不出吧？绝对出，肯定出，因为现在没有结婚，可以试错。来，看看结果如何。3、2、1，起开本。这个不可能不出吧？哎，没有哎。哇，姑娘，你终于清醒了。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出来吗？男孩，因为他对我付出的太多了，我完全没有回报。因为今天在台上，直到最后你都在骗他。你说我会为你放弃事业，这句话是骗人的。做男人，我们不能极端。放弃自己的事业是一种极端，放弃这段爱情同样是一种极端，自己做选。好啦，大家收拾一下心情，我们要准备认识我们今天另外一组来求助的嘉宾，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我们谈恋爱11年了，他一直不肯跟我结婚。他不工作，不买房，我凭什么跟他结婚？他总挑我爸妈的毛病，让我左右为难。他一直倒贴他父母，根本不考虑我们的未来。我是真的太费解了，11年不结婚，为啥呢？不知道，我们也看不懂啊。所以咱们今天一起来听听他们2个人到底有什么苦衷。来，我们掌声有请。小雨36岁，待业；小迪36岁，房产中介。欢迎2位。晚上好。你们好。先说一下，今天核心诉求是啥？我的核心诉求是我们在一起11年了嘛，就是我想结婚，他一直不肯嘛。我俩是在网上认识的嘛。认识得有1年多才见的面。我们正常就是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大概3年到4年之间吧。所以到现在的卡点在哪儿？我就感觉他不赚钱，然后也不上班，也不买房，你说怎么结婚呢？那跟我们说说为啥没工作，为啥没买房，为啥不赚钱？好多为什么？因为我在家的时候跟父母吧，就是开砖厂嘛。父母投资就是失败了嘛，就是欠了很多外债。现在父母也没有能力去给我买房结婚。那父母生意遇到困难了，你出手啊，你帮忙啊。他根本就不工作，也不赚钱，就在家打游戏。这么多年都没工作吗？就是干一些散活嘛。我因为本身
从小在家就干活嘛，没有正经工作嘛。那你为啥不工作呀？因为我本身现在这腰也不算好，也干不了累活，只能打些散工。那你散工每个月能赚多少？这个不固定，他赚不了多少钱。有一回去那个打工去了，铲车的活嘛，就是在上面颠了1天，然后回来躺了7天。那咱们找点轻松点的，就是不需要多大体力的，行不行？我之前也跟他说过，干点力所能及的活，挣的少点没关系，但是他不愿意去。我帮他找了一个保安的活，他也不去。本身吧，从小就在家干活，不喜欢被束缚嘛。那你那是干活的吗？你那不是在砖厂当大爷吗？我也干活，比如说的像出料进料，就是跑各个工地嘛。还有这个工人可能是今天有事请假了，我得给你打替班。然后他当时腰很严重嘛，其实理论上应该是负责养，但是他没养，然后他就盯上去干活。结果他现在就是有腰伤，现在一般的活他干不了。那现在问题关键不就是他没工作，他也没有收入啊？也不是说1分钱不挣，不也是干那个散活打零工吗？但是你赚的太少了。不是，你俩一直少，你跟我说个数啊，一个月多少？也就是在3、4千吧。他没有赚那么多，一个月可能也就1000多块钱。然后有的时候还赚不到。哪有1000多呀？你这瞎说。怎么没有啊？哎。不去上班，不工作，在家你干啥呀？做家务，做饭啦，就是所有家务我都包了。你打理好大后方呗。对。但是压力就给我自己了呀。他照顾你照顾的怎么样啊？照顾的挺好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他出去找工作，多赚点钱，然后我们俩买个房。我其实也想让他们家里帮帮我们俩，但是他们家里也不帮。他之前给家里面干活，家里边从来不给我们钱，就是不给他发工资。你想让他啃老是吗？我不是让他啃老，因为他给家里干活嘛，他干的都是很重的活，我就觉得他的父母在吸他的血。吸我什么血呀？因为你在家里边打工，从来不给发工资。我的意思是让家里给我们开点工资，让我们俩生活。这是说实话，这是家那个厂子那个倒闭了。如果不倒闭情况下，那我结婚，那父母能不出钱吗？但是他现在没有拿呀。他父母对你们2个人结婚这事儿有没有什么意见呢？是支持的还是？他们支持，但是总是说往后推，总是说家里面条件好了给你们结婚，或者是说也可以先选择就是生孩子嘛，或者是先结婚，等家里面条件好了，然后再给你们钱。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切合实际的。父母现在是不是条件比较困难？对，不给我们拿钱，然后总朝我们借钱。比如说今天买个米200块钱，然后明天再交个电费300块钱，一笔一笔的，都8000多了，我都记着呢。我妈偶尔寄那么几回，你就成天8000多还算少啊？不知道你一天你记什么玩意儿？一天。哎，这是16年和17年的账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刚确立恋爱关系嘛，就是头2年借的，到后来他也不还给我，我不可能再借给他们了。10年前的钱都没还吗？还的少，就比如说1000啦、500了这种。是有借条吗？没有借条，因为我们是恋人关系嘛，我就没写借条，我给他转账或者拿现金嘛。你有要求过还款时间吗？当时说的时候就是尽快还我，因为我们俩也很困难。这个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民间借贷的这个还款的诉讼时效。如果没有约定还款时间的话，你可以随时向他们去要这个钱。但是从你开始去要，他们如果界定了还款时间的情况下，诉讼时效是3年的时间。如果3年之内你没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下，你可能是丧失我们的胜诉权。什么叫做胜诉权？就是你问他们要，他们自愿给你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诉他们，让他们去返还，法院有可能是因为诉讼时效过了，他就不支持你返还。这个钱我父母不可能打赖，主要是他不是说光借钱，然后他有的时候回家吧，总是贴补家里。我们家有什么东西，他就大包小包的往回家拿吃的。有一回7月份的时候，他们家冰箱坏了，他就把我们家冰箱抬回去了。我让他抬回来，他不抬，然后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又新买了一个。那玩意儿你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来，你们家自己买吧，用自己的钱呢，为什么要用我们的钱？今儿你是要来结婚的吗，小伙子？是。就你这态度，你觉得谁嫁你呀？总是这种态度。那我咋说呀？我就让你付出行动，让你家里面付出行动。那我现在我家里面我父母现在没有这个能力。男孩挣的也不多，婆家还这边要着，那这个肯定是入不敷出的呀。有的时候我交不上房租的时候，我让他回家去要该我们那个钱嘛，但是他不去，
然后我要还要不回来，我没有办法，我就回我妈家，我就跟我妈说，然后我妈有的时候会骂我说你找的这什么玩意儿，也不结婚，也不工作，也不买房，每次都是说完我骂完我呢，她也都会刀子嘴豆腐心，把那个钱也都借给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她也挺辛苦的，已经60多岁了嘛，然后我妈还有胃病，为了接济我们，因为她知道我生活条件不好，然后就是60多岁了也正常出去找工作，就是出去打工什么的，就原来有140多斤，现在只有100多斤。然后我妈就看我们租房子挺辛苦的嘛，就是房东有的时候会涨价，我妈就为了我，然后把她自己的房子腾出来，她出去打工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对不起她的。哎呦，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家，他父母也不管我们，他也不努力。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很累。就妈妈把房子腾出来给你们住，你对人爸妈咋样啊？我对那个他父母挺好的。他对我父母还可以。小迪啊，今天小雨的意思是他想结婚了，但是我听到现在，我怎么觉得想结婚的不是他，想结婚的是你啊。我不是说想结婚，我是想让他有一些改变，然后给我一个安稳的生活，我觉得我会考虑跟他结婚。你今儿要什么答案？就是想让他别天天打游戏，然后出去找份工作。好，我们把这个要求具体化，找什么工作？保安的活，或者是不用腰的活都可以，少赚一点也没关系。稳定的挣到3、4千是吧？这样就可以了，你就愿意跟他结婚？先不考虑结婚，我那意思是先把房子买了。我的意思就是说的，哪怕说的没有婚房，咱们先把婚结了，或者是说的要小孩也可以，钱可以慢慢挣，共同努力嘛，得攒钱嘛。一个嘴上口口声声说的要努力，共同攒钱，然后天天都在家打游戏，也不知道这个自信是从何而来的。接下来我们问问各位老师吧，他们的这段爱情值得保卫吗？坚决不值得。女方啊，在这段感情里头投入的太多了，不敢止损，舍不得分手，怕失去现在已有的东西，不敢找新的。其实我觉得换了挺好的，11年了，他如果想要买房，能够买房，他早就买了。或者换一句话说，你认为你们俩的这个爱情，或者结了婚了之后，有了这个房子就能好的过下去吗？你能够忍容他不去工作，继续往家里贴补吗？其实结果你都看得到，及时止损吧。婚姻不是爱情，它是柴米油盐酱醋。但是我觉得他对我父母挺好的。我爸之前得脑梗，然后那个半身不遂嘛，都是他，因为我爸很重，我抬不动他，然后都是他去领着他上医院，看病、遛弯，然后洗澡。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对我父母挺好的。我可以跟你说，这些护工都可以干，但是需要钱呢。看病不需要钱吗？养老不需要钱吗？孝敬父母不需要钱吗？养孩子不需要钱吗？你们生活不需要钱吗？那不一样啊，护工指定没有我照顾细心呢。姑娘，认清现实吧。女生，你说一句心里话，你爱这个男人吗？我爱他。那我就选择保卫，因为现在的他们的这个症结，我认为是可以化解的。确实，如果再拖，已经没有时间可拖了，11年36。女生耿耿于怀的就那套房子。如果这个男人就如他所说的是爱你的，那他的心可能就是最好的房子。但是你现在放不下心结的就是他的父母，你不是对他不满，是对他父母不满，但是损伤的是你们的爱情和你们有可能的婚姻啊。但是男生有一点他说的很对，你当然孝顺，当然需要为家族的企业付出，但是1分钱都不给，说不过去啊。你对他父母好，他感恩一辈子，他对你的爱可能40%就来自于你对他的父母好。但是你现在不打工打游戏，一定是错。保卫吗，小红姐？你问我保卫爱情吗？没有爱情可言，但是我保卫你们的生活，因为对你们来讲，一直住在一起，在外人眼中看，你们跟夫妻没有任何两样了。你们不再是爱情，你们过了9年的日子，只是你们把日子过得一团糟。我们不用谈其他的，你们离不开对方，
我说第一个最现实的问题，你们两个都很懒，女孩你是思维上很懒，你想要依附于他们家给你提供房子，这叫思维的懒惰，因为他们家不可能给你提供，他们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你思想上很懒。那对于男孩来讲，你行为上很懒，你作为男人你很可悲哦，你趴了。你们家可能曾经富裕过，虽然你在家里干着活，但是别人叫着你都是小老板，有那个名号，让你觉得去外面打工挺丢脸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来讲，腰板得直，你如果腰板不直，你没有办法担起一个家。财富是流向勤劳的人的，思维勤劳，行动勤劳。如果你真的爱他，把你自己立起来，我相信你的日子就能过好起来。谢谢老师。保卫吗，吕老师？这对我就不保卫了。我觉得大的爱情难题当中，我都会看到希望，却没想到一头栽到了你们的这个无限制的等待里。你们都在等，等可能，等希望，等救济。为什么有一些人可能收入还不如你们，却可以安安稳稳地撑起自己一家的3餐4季？你们明明赚的这些钱，咱们可以做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为什么你们的胃口那么大？我只能说，姑娘，你见过曾经更好的生活。他不是这11年当中都这么落魄的。曾经你结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种落魄，你不会选择他，对吧？他们家那时候厂子没垮，你是陪着他从辉煌走到落魄的。你见过好的，所以你才会在他的身上消耗这么久。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父母给了他可以不受约束的自由，却没有给他自力更生的本事。你和你妈妈太像了，一边责备着你，一边没底线的付出，陪着你闯难关。那我们干嘛呢？我们总以为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万一进城了呢？所以现在我就想放弃了。我保不保卫，我真不知道。我不觉得他们两个人现在不分开是因为有爱，因为他俩现在放眼望去找不到别人，对，就是过日子，所以他们俩分不开。说白了就是他俩放眼望去，身边的人该结婚的结婚了，该生娃的生娃了，然后身边所有的人都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吧。你们两个人现在这样怎么办呢？2字儿，认命。要么然，女士你就去找一个去。但是找一个我可告诉你哦，这位新找的男士不一定能帮你做饭，不一定能帮你刷碗，不一定能帮你打扫家，不一定能接受你的懒惰。只要你觉得我可以离开这个男人，我可以，那我不说了，还有人要说，我们听一听艾小宝特别理性的分析。来，有请艾小宝。好的，珊娜老师，我听完2位的故事，结合数据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问题占比清晰，男方占90%以上。男方无稳定工作，无底线帮扶原生家庭，在经济窘迫时不愿向家人求助，让女方独自承受生活压力，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无法提供，本质是缺乏家庭责任感。长期的经济失衡让女方对未来彻底迷茫，婚姻和生子的诉求根本无从谈起。然而，这段历经11年的感情并非走到了绝路，但能否继续走下去，核心取决于男方是否愿意做出实质性改变。我的建议是，男方要拥有稳定收入，扛起家庭经济责任，主动调和与原生家庭的边界，不再无底线补贴父母，妥善处理欠款问题，体谅女方的不易，与女方共同规划未来，哪怕先买小户型房子，逐步实现结婚生子的诉求。简言之，10年情分是底气，但男方的责任与担当才是这段感情能否走下去的唯一答案。没有改变，再深的感情也会被耗尽。做出改变，两人才能携手走出困境。艾小宝说的有道理，有道理，真好。接下来，请2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你们想不想看看自己曾经在一起幸福的瞬间和回忆呢？想看，我们也想看。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过去美好的回忆。两个人还真有夫妻相哎。
你刚才也听到了，你女朋友是笃定要分手的，但我们不知道她现在内心有没有起伏。如果真的没有的话，这60秒可能就是你跟她告白的最后60秒。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媳妇儿，我们在一起11年了，我知道这些年你跟我俩过了不少苦日子，也受到了很多委屈，但是我请你相信我，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好好改变，会努力挣钱，努力挣钱，找个好工作，争取早日买房，能和你结婚。相信我一次行吗？行不行？好，60秒的时间到了。如果放手，就请转身离开；如果想要给彼此一次机会的话，请重新回到舞台上。谢谢你们。老师们的判断是什么样的？都会出来。我也认为会出来。来吧，那我们就一起看答案。3、2、1，请开门。3、2、1，请开门。他肯定在啊。男生是在的，看女生了。女生没累。快叫你媳妇儿出来。没了。啊？没了呢。选择了最简单的一条方式。其实我知道他跟我这些年吃了不少苦，我也知道是我自己的责任。可能说的从今天起吧，我会做出改变，努力挣钱，希望能够挽回他。就像我刚才说的，早日争取吧，攒钱买房，能够跟他结婚，多一些担当吧。加油，谢谢你。是。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公众账号跟我们取得联系。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通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非常感谢我们的观察团的老师的，我们下一期《爱情保卫战》再见。